朋友們，老 K 不知不覺也成了一個視頻創作者了。但我很快就過了那個階段，就每天不太關注自己的播放數据。但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實每個視頻點擊率大概都是10%上下，而播放數据和其他的數据主要取決於大數據怎麼給你推。如果他給你推30萬人，那大概就是3萬。所以肯定有些創作者為了迎合大數据的算法，比如說壓低自己的视頻大概10分鐘左右。但老 K 的特點，講足球也不只是講足球。咱們聽了那麼多球星小時候，特別是在低谷時候的故事。比賽本身當然重要，但我更喜歡的是享受成功之前那個努力的過程。所以每個視頻我都做了章節，大家不喜歡聽可以跳到下一個章節。而本質上，足球跟我的節目一樣，就是娛樂，希望能夠讓您放鬆心情，希望能夠幫您從柴米油鹽醬醋茶每天枯燥的生活中抽離出來，能夠每天有一點屬於自己的時間空間，能夠安撫你每天已經很疲憊繃到極致的那根神經。而喜歡的时候，你也許願意分享，也許想和自己的媽媽、爸爸、孩子和最愛的那個他，就像看電影一樣，如果能夠從開心的歡樂時光突然好像又升華了那麼一點點，就感覺特別的裝逼，這就是老 K 的目的。所以感謝大家的點讚、評論、熱推和訂閱，其實不點讚也沒什麼。那麼世界杯正式進入1/8決賽，很快這樣美好的日子就要離我們遠去了，讓我們抓住最後的尾巴。OK， 法國對巴拉圭，這場肯定看好法國勝，最可能的比分2-0或者3-0。世界杯進行到現在，法國、西班牙、瑞士是踢得最好的3支球隊，特別是瑞士能不能進入8強、4強，老 K 非常的關注。另外，非洲球隊有沒有一支能進入8強、4強？還有3支東道主球隊有沒有爆冷門進入8強、4強的？這都是看點。那麼在這一場賠率和博彩市場方面，主流機構給法國隊在90分鐘內開出的勝率高達81%到83%，傾向於-1.5甚至-2.5的深盤。也就是說，大家一致看好法國能夠淨勝2球或者以上。所以資金流向同樣的分為大眾資金和專業資金。專業機構和資深玩家更傾向於謹慎地看待讓球的深盤，同時尋找一種關於進球數和半場、全場的深度玩法。什麼意思呢？就雖然法國硬實力強但是巴拉圭也擁有很強的防守紀律性，門將吉爾撲點球非常神勇，上輪剛剛淘汰了德國。所以有一部分所謂的專業資金在買入法國贏球的同時，也要防範法國是不是會小勝會不會控制比賽節奏這種可能性。所以就投注了一些組合，比如法國贏球並且全場是小球，或者另一種組合法國贏但在2队均有进球这個選項選否。但老 K 個人的推薦幾種組合，第一種比較穩健的話，選法國獨贏，再搭配上全場的進球2.5球以上。第二種呢，風險大一些，選法國讓2球、2球半，再搭配上選姆巴佩可以進球。第三種組合風險就比較大了，選法國能夠零封對手，再搭配上巴拉圭全場的角球數少於2.5個。這是因為本屆世界杯巴拉圭在場均預期進球數 XG 僅有慘淡的 0.36，4 場比賽總共才進了2個球。而面對法國的中後場，巴拉圭很難通過中場。他們在面對美國、土耳其和澳大利亞的時候，就很難獲得前場死球的機會，曾經有單場創下了0個角球的記錄。所以法國通過更高的控球率壓縮巴拉圭的進攻空間，不丟球並且能夠限制巴拉圭的角球，這種概率是很高的。那麼關於法國隊，奧里賽現在太紅了，老 K 也算是專業球評裡面最早看好奧里賽的，我的水平僅次於拜仁慕尼黑的球探團隊，哈哈哈哈。不過之前老 K 也介紹過，奧里赛小時候輾轉在阿森納、切爾西和曼城的青訓營，沒有教練看好他，最終是來到了雷丁，遇到了若澤·戈麥斯。戈麥斯這個主教練最理解奧里賽的球風，在他只有16歲的時候將他帶到了一線隊，讓奧里賽沒有滿18歲就完成了在英冠的職業首秀。要知道英冠踢起來是非常激烈的，其血腥程度甚至遠超英超，只是技術層面的質量大大的下降。那麼若澤·戈麥斯這個教練在 U16 看到奧里賽的時候就印象非常深，他的 first touch 第一腳觸球，對比賽的理解能力，還有接球前要調整身體的姿態，隨時準備發起進攻這些都已經展現出頂級球員的潛質。當時教練就想把16歲的奧里賽立刻提拔到一線隊，可是俱樂部有人不同意，主要是青訓學院的負責人不同意。他們告訴主教練，
奧里賽呀不喜歡上課，對學習的態度非常差。所以如果將他這麼早提拔到一線隊，會給其他的青訓球員樹立非常不好的榜樣，因為奧里賽根本就沒有按照俱樂部安排的完成他作為學生應該做的事情嘛。所以14歲以前，奧里賽之所以在阿森納、在切爾西，還有後來在雷丁，許多人不喜歡他、放棄他的理由都差不多，他不上課呀，這孩子不重視學習呀。不過在曼城青訓，奧里賽不被看好，是因為隊友們嘲笑他的上肢力量太弱了。而在曼城，英格蘭的那些孩子們身體條件都很好，體能教練讓大家做俯臥撐，只有奧里赛非常吃力，所以被隊友嘲笑以後，奧里賽覺得自己受到了羞辱，所以離開了曼城青訓。但是雷丁的教練若泽·戈麥斯從來沒有懷疑過奧里賽，他直接對青訓的負責人說：奧里賽他既然不想成為數學家，也不想成為工程師，既然他只想成為足球運動員，那麼說明足球在他血液裡面。不過因為奧里賽的身體非常瘦弱，所以主教練給他制定了一套專門的計劃，幫助他為英冠的首秀做好準備。英冠可能是世界上对身體對抗最激烈的聯賽了。那麼另一方面，主教練告訴隊裡面的球員，訓練裡面防守奧里賽就不要留情，該有的強度全部給我上，早一點讓奧里賽明白職業足球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個時候的奧里賽會抱怨也會哭，因為隊友們確實對他下了狠勁兒啊。當時他也不理解，而主教練告訴奧里賽，如果他能夠堅持1個星期，面對這種對抗不再哭，就可以將他帶進比賽名單。最後這個過程持續了2周，當主教練認為奧里賽準備好了，就將他徵召進了比賽名單。所以在奧里赛幾乎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已經在雷丁坐穩了首發的位置，並且他也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孩子，心地很善良，生活裡面幾乎只有足球，直到今天也是這樣。他除了足球天賦比較出色以外，腦子裡面始終裝的都是足球比賽。所以在場上他準備接球的時候，早就已經提前觀察分析了周圍的一切，腦子裡面也提前想好了好幾種處理的方式。別人可能需要3腳觸球能完成的動作，奧里賽1腳觸球就能做到。他一直就是這種純粹的天才，身上有一種技術的魔力，有些天賦是與生俱來的。他極度的熱愛足球，但性格比較內向，非常內向，不喜歡成為焦點。這倒不是傲慢。奧里賽不慶祝進球，是因為他覺得進球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工作的一部分。哪怕這個進球非常精彩，奧里賽因為性格害羞嘛，他不會主動參與慶祝，他只是觀察周圍發生的一切，習慣於將情緒藏在心裡面，不太向外表達。但只要球到了他腳下，就像立刻變了一個人。前面也說過，從小奧里賽就有非常複雜的國際背景，父親呢尼日利亞人，母親呢既是法國人，同時也是阿爾及利亞的後裔，而自己又出生成長於英國倫敦。在倫敦的家裡面，母親就堅持用法語和他說話，試圖讓他維持和法國的聯繫。但是奧里賽偏偏有些固執，他總是在家裡面堅持用倫敦腔的英語回答母親，所以這段經歷就讓他從小能夠聽懂法語，可是在家裡面總是用英語回答。另外，奧里赛的親弟弟理查德·奧里賽也是一名職業球員。小時候，兄弟倆就天天在街頭單挑。奧里赛也回憶過，因為我是哥哥嘛，我長得很高大，每次單挑都是我贏。我弟弟現在能在切爾西青年隊踢右後衛，很可能就是因為小時候天天為了防守我，被我給逼出來的。對了，小時候的奧里赛在切爾西青訓的時候，還曾經和現在拜仁的隊友穆夏拉就做過隊友。這一段聽了切爾西的粉絲是最傷心了。切爾西青訓曾經擁有奧里賽，曾經擁有穆夏拉，並且奧里賽在切爾西青訓營是整整待了7年呀，從7歲到14歲。而在離開了阿森納、切爾西，後來又離開了曼城青訓之後，他的經紀人同時也是他的伯樂肖恩·康龍做出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決定，不急着馬上送他去新的俱樂部，而是帶他進行最基礎的特訓。所以當時肖恩·康龍就帶着奧里賽在一個社區的足球中心訓練，而練的都是那種踩單車等等看起來很不實用的動作。旁邊經常有圍觀的群眾、圍觀的小孩公開大聲嘲笑，你們這種訓練方法好滑稽哦。可這時候奧里賽完全展現了他現在這種標誌性的淡然的性格， nonchalant 對各種嘲笑充耳不聞。正是在這樣的特訓當中，他將自己的盘帶技巧提升到了遠超同齡人的標準。後來嘛，2017年就去了英冠的雷丁，但這時候的奧里赛依然和家人住在倫敦。從倫敦到雷丁的基地
早高峰的交通非常恐怖，而奧里賽生性就不願意遲到，所以決定跟交通硬剛。他是每天早上凌晨5點半就出門趕路啊，5點半出門，你想想他幾點起來？所以另一位雷丁的教練馬克·鮑文曾經回憶，奧里賽經常是每天比所有人提前到幾個小時。當教練組和工作人員早上睡眼惺忪地來到基地的時候，總能看到這個10幾歲的孩子一個人孤零零無所事事地站在漆黑的更衣室裡面，這畫面真是讓人心疼啊。另外，咱們奧里賽雖然喜歡踢球，可不愛學習，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國際象棋迷。小時候他媽媽啟蒙了他的國際象棋，從此對棋局背後的那些深度策略、各種變招產生了濃厚興趣。10幾年顛沛流離的職業青訓生涯，他就一直靠國際象棋的棋盤陪伴着他。這個愛好不僅是他用來躲避聚光燈的防空洞，甚至直接影響到他在球場上踢球的風格。他現在每次跟隨拜仁或者法国國家隊四處征戰，其他的隊友嘛，總是聽那些吵鬧的 rap 音樂，或者刷社交媒体，或者打遊戏。只有奧里賽通常是戴着连帽衫的帽子，極度專注，低着頭。他是在手機上瘋狂地跟別人下在線的國際象棋。他自己也說，足球幾乎完全統治了我的生活，但下國際象棋能夠讓我把注意力轉移到別的事情上。在我思考棋步、推演下一步的結果的時候，我的大腦能夠從一切的壓力中解脫出來，包括從足球。而在奧里賽2021年剛剛加盟水晶宮後，他硬是把原來不碰國際象棋的隊友埃澤發展成了自己棋友。埃澤後來回憶，在奧里赛來之前，我根本就不會下棋，是他和他弟弟天天慫恿我，逼得我不得不去 YouTube 上瘋狂自學各種開局。後來慢慢的，我們開始天天在訓練基地捉對廝殺。而後來奧里賽到了拜仁眾所周知，在拜仁這個俱樂部，你甚至可以踢球。什麼意思呢？這裡打牌下棋，大家都是各玩各的。奧里賽一來就發現更衣室，哇，有好多同好。從此他經常和基米希和科曼等人開始下國際象棋。但這時候奧里賽才發現，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雖然他自詡自己棋力不俗，但是公開承認過，下棋根本下不過科曼。老實說，在科曼面前我毫無機會，他真的太厲害了。不过在基米希面前，我的勝率倒是挺高的。对了，過去阿森納的名宿前水晶宮主教練維埃拉，是的，維埃拉也帶過水晶宮。他曾經在採訪中回憶過，我在水晶宮那幾年，經常看到奧里賽和埃澤他們在理療室裡接受治療1個小時，下國際象棋1個小時，然後再去打2個小時乒乓球。奧里賽就是喜歡那種燒腦的博弈。所以現在許多專家都認為奧里賽在足球場上擁有超越常人的大局觀、空間感以及傳球的穿透力，這都是下國際象棋培養的思維習慣。奧里賽自己也說，在棋盤上我就喜歡那種不斷給對手施加壓力的侵略性的下法，這恰好也符合了教練們在足球場上對我侵略性的要求。而你如果問我更像哪一枚象棋的棋子，我覺得自己像馬，因為馬的走法是最特殊的。我就像馬一樣，總是在跳躍，可以向完全不同、意想不到的方向移動。這話說得好。奧里賽在邊路確實他的盤帶、他的內切、他的移動不按常理出牌，非常的詭異。所以看法國隊踢球，我建議大家將目光聚焦在奧里賽身上，你能夠得到一種過去看齊達內踢球一樣的高級享受。闲庭信步，不疾不徐，像大宗師一樣。比賽節奏跟身邊的其他人完全不同。舉重若輕，擁有無與倫比的觸球的質感，傳球卻沒有多餘的修飾，總能在最狹小的縫隙，以最合理的弧線，像手術刀一般精準的恰到好處，把球送到隊友的腳下。而且奧里賽踢球，他細微的肌肉的發力的方式，身體的舒展度堪稱教科書，充滿了暴力美學，卻又格外的賞心悅目。簡單說，奧里賽不僅僅是場上的一個球員，更像是節拍器。他用一種冷靜到幾乎冷酷的氣質掌握着比賽的走向，他賦予了足球一種極具哲學美感的深邃感。老 K 誇張地說，這就是一種視覺藝術上的降維打擊，讓巴拉圭隊防守實在是太難為他們了。所以這場比賽，法國隊肯定會掌控整個球权，巴拉圭只能深度防守。而值得注意的是，比賽場地費城現在的高溫情況，會讓主教練對比賽的管理，包括換人，包括各種各樣的專注度方面都變得更加關鍵。而本屆世界杯，巴拉圭屬於將低位防守運用效果最好的球隊之一。他們的打法犧牲控球，犧牲推進，但是讓對手很難打自己的身後。
它會縮小中路和內部區域的空間，迫使法國隊更多走邊路傳中或者遠射。而法國隊的破局點主要在3個地方。第一呢，姆巴佩從中路或者左側起速度攻擊對方中後衛和邊後衛之間的內部區域。第二，奧里塞在10號位或者右側的內部區域接球，尋找直塞和倒三角的機會。第三，鄧貝萊跟巴爾克拉可以拉寬度，制造1對1或者吸引更多的防守注意力，然後由楚阿梅尼和拉比奧進行2次的組織。這種德尚進化版的進攻哲學戰術，由於實力過於的碾壓，倒無需用上老 K 說的世界杯淘汰賽必須要瘋狂傳中，除非什麼情況呢？比如巴拉圭先偷一個，或者打到70、80分鐘仍然不進球。這個時候，當比賽進入弗格森時間，關鍵要解決問題，那就只能使用老 K 核武器，在邊路各種套邊、各種背套，然後迅速傳中。傳中的球速一定要像射門一樣的快，無論你是前點後點或者找回頭點。中路一定要有4、5名接應的球員，亂拳砸死老師傅。老 K 核武器的目的就在於更加迅速的、大量的制造偶然性，制造对手失誤的可能性。那麼今天的比賽預測：加拿大對摩洛哥，巴拉圭对法國。那麼先說結論，我看好摩洛哥取勝，最可能的比分1-0或者2-0。賠率和博彩市场方面，專家的意見，摩洛哥队在整體的陣容深度和淘汰賽經驗上明顯有優勢，加拿大只是速度和比賽的強度，包括高位逼搶有些自己的特點，但核心球員阿方索·戴維斯傷沒有好透，中場大將科內又重傷，所以普遍看好摩洛哥能夠通過自己的整體戰術素養，特別是技術的優勢，穩扎穩打，晉級的可能性更大。而資金流向方面分為2批，一批是普通資金，也就是大眾的籌碼，另一批是專業資金或者叫聰明資金。這一部分機構更為冷靜，其中80%的資金流都堅定地流向了摩洛哥能夠在90分鐘內取勝，而且聰明資金這一次押注在小球小於 2.5 球，包括在雙方是否都能進球選否。專家們認為這是一場戰術很嚴謹，進球不會太多的拉鋸戰。可大量的公众資金是湧向了加拿大队不败，加拿大直接晉級。這老 K 個人估計還是傻乎乎的那些加拿大同胞們他們的愛國熱情激發了這樣的趨勢。好，組合方面，老 K 推薦穩妥一點的話，你就選摩洛哥常規時間勝，再加一個總進球數小於 3.5 個球。第二種風險大一點，就選半場平局，再搭配一個摩洛哥全場90分鐘勝。這是利用摩洛哥他總是上半場習慣於消耗對手，穩固防守，下半場可能進球的可能性大。第三種防守的玩法呢，就直接選摩洛哥獨贏就可以了。那麼這場比賽除了阿什拉夫·哈基米，咱們已經說過了。那麼布拉辛迪亞斯，皇馬球員，這家伙從小球風就靈動飄逸，2歲開始他就已經在街頭踢球了，動作而且不像一個小孩。那時候任何路過的人都會停下來看看他踢球。他的外婆和曾外婆小時候就已經篤定，這孩子長大了必成大器。當時的親戚朋友們還以為這都只是老人家盲目的隔代的溺愛比較誇張，但沒想到最後成了神預言。到了迪亞斯4、5歲的時候，已經開始在室內的5人制足球，也就是futsal練就了在狹小空間的控球和捅射的絕活。他特別喜歡捅射。5、6歲的時候，家鄉的大俱樂部馬拉加就已經急着想要簽下他。但是父親非常冷靜，認為過早進入大青訓的體系會扼殺球員的創造力，硬是讓他繼續在社區的小業餘俱樂部多踢了幾年，更加的快樂嘛。後來才加入了馬拉加少年隊，從此名聲大噪。當時巴塞羅那看上了他，甚至用巨頭梅西、哈維、伊涅斯塔紛紛親自出面，想說服這個11歲的小神童加盟拉瑪西亞。而馬拉加俱樂部為了留住他，直接由俱樂部大老板親自出馬，給迪亞斯的父親在俱樂部安排了一份工作，硬生生將布拉辛迪亞斯從巴塞羅那嘴裡面攔截下來。而2011到12賽季，當時在馬拉加的主場，迪亞斯擔任球童。而在一張非常著名的老照片裡面，当時只有12歲的迪亞斯就站在底線，滿眼非常崇拜地凝望着場上正在慶祝進球的伊斯科和卡索拉。而8年後2019年，迪亞斯加盟了皇馬，直接变成伊斯科的队友，甚至在比賽中還給伊斯科送出過助攻。再到後来，两人都分別離開皇馬。迪亞斯曾經在20年到23年租借加盟了意甲的 AC 米蘭，效力了3個賽季。伊斯科則是在22年6月合同到期後正式離開皇馬。所以後來的他們屢屢在西甲賽場上作為對手再相遇，每次見面就親昵的擁抱。
不過在此之前，14歲的布拉辛迪亞斯曾經被曼城挖走，到了曼城的一線隊，主教練是瓜迪奧拉，而迪亞斯當時的經紀人偏偏就是佩普瓜迪奧拉的親弟弟佩雷瓜迪奧拉。後來皇馬想挖走布拉辛迪亞斯，哥哥佩普瓜迪奧拉在發布會上公開喊話：我們曼城非常想留下布拉辛，我們會盡一切努力的。結果沒想到弟弟佩雷在台下面挖牆腳，瘋狂操作轉會，直接將迪亞斯送去了皇馬。迪亞斯自己夾在瓜迪奧拉親兄弟兩個中間，這成了當時足球最搞笑的商業拉鋸戰。而冷知識，咱們布拉辛迪亞斯跟鄧貝萊一樣，也是個雙足怪，左右腳練的技術都差不多，普通人完全無法分辨他的慣用腳到底是左腳還是右腳。就曾經有記者直接問他：你到底是左腳將還是右腳將？布拉辛迪亞斯倒是很客觀的回答：我带球的時候喜歡用左腳，但我射門的時候更信任自己的右腳。記者又問：那你罰點球用哪隻腳呢？迪亞斯說：那得看我當時哪隻腳感覺更舒服。所以布拉辛迪亞斯罰點球到底用左腳還是右腳，就像薛定諤的貓一樣，不能觀測，一觀測狀態就要坍塌。這也是後來為什麼在非洲杯決賽，布拉辛迪亞斯90幾分鐘決定比賽勝負的一個點球，結果踢得那麼臭的原因。好，迪亞斯他的家庭相對來說比較奇特，他的母親帕特麗夏是西班牙馬拉加的本地人，可父親蘇菲爾是出生在梅利利亞的摩洛哥人。梅利利亞實際上是西班牙的海外自治市，它是一塊面積只有12平方公里的西班牙飞地，三面都被摩洛哥的領土包圍，而另一面呢瀕臨地中海，所以嚴格說他的父親也不是摩洛哥人，也是西班牙人，只是說是摩洛哥的後裔和血統。而另外還有一個巨大的冷知識，父親生下迪亞斯的時候只有17歲，所以當迪亞斯在足壇成名以後，他的父親也只有30多歲，兩個人站在一起根本就不像父子，更像是一起去夜店的親兄弟，這就跟亞馬爾的情況也很像。所以生布拉辛迪亚斯的時候，父親其實是個未成年，但他媽媽比爸爸大多少歲呢？這是個謎，哪兒都查不到，但估計呢也跟他爸爸年齡差不多，倒不存在什麼其他的法律風險。好，現在迪亞斯作為長子，他下面已經有4個親妹妹，全家的顏值都非常高。小時候的迪亞斯經常回到摩洛哥的納祖爾探望自己的親奶奶和堂表兄弟們，所以在家族的老照片裡面經常看到這個在西班牙街頭踢球的小子，一回到奶奶家就會被寵溺地換上全套的摩洛哥傳統服飾和頭巾。他曾經後來開玩笑說自己從小就過着雙面人生，所以布拉辛迪亞斯選擇代表摩洛哥出戰，這也就非常值得理解。後來西班牙國家隊和摩洛哥國家隊為了爭奪他鬧得不可開交，媒體還專門去採訪他西班牙的外婆普里，外婆倒是展現了頂級的情商。他笑着說，迪亞斯既是他爸爸的孩子，也是他媽媽的孩子，兩邊都可以選，他自己開心就好了。而在當今足壇太太團是非常高調的这種氣氛下，迪亞斯跟他的西班牙女朋友盧斯簡直就像一股清流，兩個人談戀愛極其低調。盧斯不是那種標準的網紅，也不是什麼模特，而是一位非常低調陪伴着他從米蘭到馬德里的女孩。兩個人也就是偶爾在社交平台上同框，或者在奪冠的慶典上同台，而且兩個人都好看，所以粉絲們經常戏稱他們是足壇最甜的一對純愛初戀的臉的組合。而在皇馬隊裡面，迪亞斯屬於絕對的團寵，尤其是土耳其少年天才居萊爾來了之後，兩個人因為相同的宗教信仰的背景，還有相似的球風，很快就黏在一起了。皇馬的訓練場的視頻裡面經常看到迪亞斯像個大哥哥一樣，經常會摟着居萊爾咬耳朵講笑話，進球之後各種親昵的互動。這好在是西班牙，要是發生在腐國英格蘭，不知會養活多少腐女呀。另外，過去在租借 AC 米蘭期間，布拉辛迪亞斯身材比較嬌小嘛，所以是更衣室的開心果，那時候也年輕。當時人高馬大的特奧·埃爾南德斯最喜歡的娛樂消遣就是折騰迪亞斯，只要迪亞斯進了球或者球隊贏了球，特奧總是會衝過去，一把將他像抱布娃娃一樣扛在肩膀上，或者慶祝的時候瘋狂地揉搓他的捲頭髮。薅，咱們薅羊毛。每次這種時候，迪亞斯就只能露出一副生無可戀，但是又很享受標誌性的笑容。還有後來迪亞斯終於加盟了摩洛哥，穿上了10號球衣，整個國家隊對他的歡迎儀式就像追星一樣。當時阿什拉夫·哈基米各位大佬就圍着他跳舞開玩笑，
而訓練裡面呢，迪亞斯因為不熟悉一些阿拉伯語的俚語，鬧出過不少笑話，經常是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他走到哪兒都是大家的布娃娃，這種極具感染力的親和力，1秒就瞬間融入。不知不覺他已經26歲了。這個夏天，土耳其的費內巴切已經看上了，正試圖引進。但之前布拉辛迪亞斯就拒絕過多份報價，他還是希望留在皇馬。據說穆里尼奧還是想賣，賣了之後騰出空間再買個高中鋒。最後怎麼樣，咱們還得拭目以待。另外，這次摩洛哥隊大家必須注意馬茲拉維，曼聯球員，他的表現發揮實在太好了。這次摩洛哥如果想進入8強、4強，馬茲拉維很可能是個關鍵的點。這家伙從小家庭裡面就崇尚強者文化什麼意思呢？翻譯過來就是爸爸很少喜歡他，抱他也很少誇獎他。他從來小時候考了好成績或者過生日或者球踢得好，老爸都不會深情的擁抱。只是據媽媽說，還是嬰兒的馬茲拉維，爸爸倒是抱起來過，嚴肅地宣布這個孩子未來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球員。所以馬茲拉維從小可能也是為了取悅那個很少誇獎他的父親，非常的自律而且努力。他的爸爸穆斯塔法從小每天要開車45分鐘送他去阿賈克斯的青訓營，而且不僅會送自己的兒子，還主動帶着鄰居的兒子一起。但是在車廂裡，穆斯塔法立下了嚴格的規矩，車子裡面不是用來嬉鬧的，而是用來反思和做好賽前準備。馬茲拉維後來回憶，正是在父親的車裡面，他學會了如何管理時間，哪怕只有45分鐘，也要用來調整心態，進入後面的工作模式。所以在馬茲拉維的成長故事中，他總結了一下，自己的成功是源於一種穆斯塔法式的自律。這倒不是什麼標準的心理學或者學術名詞兒，純粹就得名於自己的父親穆斯塔法，是一種非常嚴苛、充滿原則，而且帶有深厚的信仰底色，是一種家教，是一種自我的約束方式。它的核心就在於，無論環境如何變遷，要始終保持對目標的專注，對家庭的責任，以及對信仰的虔誠。他的父親穆斯塔法自己從摩洛哥移民到了荷蘭，深知到作為移民必須要付出雙倍的努力才能獲得認可。他將這種危機感轉化為了對兒子的要求。在馬茲拉維沒有正式的職業合同，或者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每一次低谷期，馬茲拉維被要求像一個打工人一樣的精準、高效地對待訓練，不能有絲毫懈怠。馬茲拉維甚至形容他在自己成長過程中，感覺父親接管了他的身體。這種自律意味着你踢球不是為了自己，也不只是為了父親，而是為了你的家庭。而他小時候出生在荷蘭一個叫阿爾芬的小鎮。據後來有一位職業球員叫博比阿德坎耶這位呢是曾經效力過利物浦，也曾經效力過拉齐奧。博比阿德坎耶是個剛剛從尼日利亞移民到這個小鎮的男孩。他曾經回憶，剛剛到社區的時候，鄰居的小孩就拉着他說，你一定要去看看那個叫努塞爾馬茲拉維的孩子，他是阿賈克斯青訓的，太厲害了。而當他們一起在街头的碎石地上踢球的时候，確實馬茲拉維展現出那種絕佳的球感和控球技術，讓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正是這個阿德坎耶後來也被阿賈克斯的球探看中了，但他的父母呢剛剛來荷蘭，根本就沒有荷蘭的駕照，而阿賈克斯的青訓基地又很遠，開車都要45分鐘，所以馬茲拉維的父親穆斯塔法主動地站出來承擔了司機的責任，每次就是載着馬茲拉維和阿德坎耶往返於阿賈克斯的訓練。要不是穆斯塔法這個好父親不知疲倦幾百個日夜無私的接送，那不僅馬茲拉維，就連阿德坎耶也沒有踢球的機會。而在阿賈克斯青訓營時期，青春期的馬茲拉維也是因為身體發育的問題，在梯隊一度淪為邊緣人，教練組甚至已經把他放到了準備解約的名單。當時全隊上下沒有任何一個人看好他能踢上一線隊，除了一個叫 Ruben John Kind 的人。可搞笑的是，這個人根本就不是足球教練，他只是一個田徑跑步教練。跑步教練過來對他說，相信我馬茲拉維，你未來絕對能夠進一線隊。馬茲拉維當時心裡想，這家伙根本不懂足球，純粹是在編胡話安慰我。但沒想到這個神奇的預言最後竟然真的成真了。而從小馬茲拉維的性格是非常的要強，他對待足球有異乎尋常的較真兒。每次只要比賽不順利或者自己的表現不好，他就經常陷入一種很沮喪的情緒低谷當中。而每次這種時候，他那個虔誠的摩洛哥家庭裡面，特別是他的爺爺和奶奶，在背後給予了他極大的精神的慰藉。是爺爺奶奶教會了他如何將足球場上的挫折轉化為感恩，轉化為動力。
而後來的他因為有這種非常倔強眼睛裡揉不得沙子的性格，曾經在國家隊時期有一件事兒，他跟當時摩洛哥的主教練哈里霍基奇徹底鬧翻。當時呢是一次訓練課例行的補水期間，因為天氣很炎熱嘛，馬茲拉維就想去拿水喝，但主教練當時正在氣頭上，嚴厲禁止任何球員碰水。可是馬茲拉維脾氣火爆，直接無視了主教練的命令，很固執地走過去拿起了水瓶。這個舉動瞬間徹底激怒了主教練，兩個人在訓練場爆發了非常激烈的衝突。隨後哈里霍基奇就直接將他跟另一個球星齊耶赫一起開除了國家隊，導致馬茲拉維一度無緣多場世界杯的預選賽，直到後來足協解雇了這位老帥，他才能夠重返國家隊。而且不止如此，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就在今年5月，馬茲拉維接受採訪曾經透露了一個想法，他表示在這次世界杯結束後，他可能會考慮提前從職業足球退役，而他的理由非常充滿哲理。他說，生命是短暫的，我希望離開綠茵場，將自己人生接下來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信仰。我想去徹底背誦並且研究古蘭經，追求自己心中真正的夢想，成為一名伊斯蘭教的阿訇。這段話實在過於離譜，因為馬茲拉維正在28歲的巔峰期，他是領着英超豪門的頂級高薪，所以到現在老 K 都不敢信，只能看看世界杯後會發生什麼吧。但這次的比賽他確實展現了頂級的實力，遠遠比在曼聯俱樂部有更強的統治力，更強的自信。像對荷蘭的淘汰賽，馬茲拉維整整120分鐘都客串左後衛，全場貢獻了驚人的15次防守對抗，並且荷蘭正是他自己的第二祖國。在頂住了加克波等人的狂轟濫炸之後，馬茲拉維打滿120分鐘，拿到了7.5分的高分。摩洛哥也通過殘酷的點球大戰淘汰了荷蘭隊。而因為他出生在荷蘭，從小在荷蘭接受了足球的啟蒙，所以也經歷過國籍選擇艱難的糾結。可儘管在歐洲長大，但他對自己父母的祖國摩洛哥有着很深的感情和文化方面的認同。經過了內心的鬥爭，他最終決定忠於自己的根，選擇代表摩洛哥，而不是出生地荷蘭。在他做決定的時候，當時荷蘭隊主教練科曼曾經親自打電話勸他，科曼的電話也讓他產生過片刻的動搖和懷疑，但最終他還是堅持了自己的初心，還是披上了摩洛哥戰袍。而不管在哪兒，不管在國家隊還是俱樂部，他都是隊友裡面非常受歡迎的人。尤其是在摩洛哥，和中场大将阿姆拉巴特，還有過去的吉耶赫，這幾個人都是有着很相似的荷蘭移民的背景，所以無論在阿賈克斯、在拜仁還是現在的曼聯，馬茲拉維總能夠迅速的融入更衣室。但另一方面，他對私生活非常的保護，他跟自己妻子和孩子的關係非常緊密。他也經常說，家人就是自己每一次在場上拼盡全力的最大的动力。在曼聯，馬茲拉維最大的特點就是戰術的多面性。他在滕哈格手下，在阿莫林手下，現在又在卡里克手下效力，經常完美的胜任過左邊後衛、右邊後衛、左邊翼衛、右邊翼衛，甚至還客串過中後衛。有時候進攻緊缺的時候，他還打過10號位的前腰。所以他的無球跑動、內切，還有對戰術的理解力極強，可以說就是曼聯一把萬能鑰匙。而且冷知識，憑借着自己攻防一體的穩定表現，在曼聯队內由球員投票的赛季最佳球員，布魯諾·費爾南德斯隊長排第1，高居第2的就是馬茲拉維。但就像剛才說的，小時候在阿賈克斯青訓營的10年，他是每年都活在我明年可能就會被開除一種巨大的高壓。因為身體發育一直比同齡人要慢得多，他小時候就非常瘦小，對抗能力極差，連續好幾年都被列在了要淘汰的名單裡面。但也是由於那個跑步教練的慧眼識珠給青訓主管不斷的推薦，所以對他也採取了一個很有實驗性的做法，讓他留級了1年，跟那些比自己小1歲的孩子們一起踢球訓練。教練們想看看他在生物學條件差不多的球員當中踢球表現如何。而到了低年級的梯隊，由於对抗壓力小嘛，所以馬茲拉維他的步伐輕盈，腳下的頻率極快，技術也超好，徹底就釋放了。在訓練賽，他經常像 C 羅一樣，在前場瘋狂的盤帶，連過好幾個人，然後連續進球。所以正是這次降級訓練，來到了低年齡的梯隊的震撼級的表現，讓阿賈克斯的高層驚呼：嘿，也許我們應該再給他多1年的時間。所以這樣的馬茲拉維才勉強留在了阿賈克斯青訓。而後來他也是屬於很罕見的，直到進入了預備隊都沒有拿到正式職業合同的球員。在阿賈克斯青年隊最後的日子，
和他同批的那些天才們早早就簽下了大合同，也拿到了贊助，有的也開上了豪車。可馬茲拉維一直不被高層看好，只拿着非常微薄的青年補助，甚至需要家裡面倒貼交通費。可就在這種隨時可能捲鋪蓋走人的絕望的情緒當中，馬茲拉維幾乎每天都和自己的心裡面死磕。他後來回憶，我當時就處於最底層的邊緣，沒有任何保障，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拼命的工作。所以正是這種在逆境中磨礪出來的厚積薄發，最終馬茲拉維2018年被當時剛剛上任的青年隊和一線隊主教練滕哈格看中，從一個沒有合同的邊外人員一路逆襲拿到了荷甲冠軍，後來成為拜仁慕尼黑的主力，以及成為了現在曼聯隊的核心。所以客觀說一句，滕哈格也不是都做的壞事。好，說回這一場加拿大對摩洛哥，摩洛哥近2屆淘汰賽都持續的制造了冷門，22年更是打進了世界杯4強，並且他們自非洲杯決賽以後保持了9場不敗，近8場大賽的淘汰賽贏下了其中6場。這2支球隊在4年前的卡塔爾世界杯小組賽，摩洛哥就曾經2-1擊敗過加拿大，但那一場比賽加拿大控球率更高，只是射正數為0，進球還來自摩洛哥的烏龍。而且這一次重逢摩洛哥的門將布努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卻代表摩洛哥把守球門。並且冷知識在上一輪摩洛哥淘汰了荷蘭隊以後，很快慶祝從球場延伸到了街頭，還延伸到政治和社交媒體。荷蘭的部分城市出現了警察必須要驅散的那種緊張的場面，因為荷蘭有大量的摩洛哥裔的群體，所以出現了許多種族化的言論。也許一段時間以後才會慢慢的消散，但確實摩洛哥對荷蘭那一次點球大戰非常的罕見，雙方也多次的擊中了門框。好，這一場比賽，那麼加拿大在對南非隊的比賽中採取了非常激進的壓迫，但南非隊卻能夠一度繞過中場直接制造威脅，這說明加拿大的前壓效果不好。雖然可以帶來節奏帶來情緒，可一旦第一道壓迫被過掉，那麼中後場就會完全暴露空間。而對摩洛哥隊擁有布拉辛迪亞斯、奧納西、埃爾哈努斯、塞巴里，這都是技術型的前場。如果繼續採用壓迫戰術，那麼加拿大中場身後和兩側的內部區域會變得非常危險。而且這一版的摩洛哥國家隊跟過去已經不同，他們不是只等待打反擊，而是更願意高位的壓迫防守，更願意控球，更願意主動的進攻。關鍵就在於塞巴里這個為9號球員，他會經常性回撤，將對方的中後衛帶出來。而布拉辛迪亞斯和奧納西就可以進入內部區域，如果加拿大的中後衛不跟，那麼塞巴里又可以在禁區前接球做接應。而關鍵區域方面，如果阿方索戴維斯能夠首發，加拿大的左路衝擊會大幅提升，但同時自己身後的空間也會被哈基米、阿什拉夫所利用。而第二個關鍵區域，加拿大隊中場已經沒有了科內，中場的硬度和覆蓋已經大幅下降。歐斯塔吉奧現在是組織和精神的核心，但如果他既要出球又要補位，就會被摩洛哥的奧納西、阿爾哈努斯和布拉辛迪亞斯連續的牽扯。這時候加拿大就需要薩里巴或者布坎南更多的內收，保護中部。最後這場比賽最重要的是定位球方面，還有門將的表現，以及雙方如果120分鐘戰平，點球決勝負，一切又會如何？好，今天的重磅新聞，里雅得胜利突然官宣，竟然宣布奧波、波斯特克格鲁即將出任球队主教練，雙方已經簽約了2年。我的天呀，這完蛋了呀！特別葡萄牙主教練馬丁內斯的天都塌了。這每天都在拍 C 羅的馬屁，不就是為了傳言中他要去里雅得勝利當主教練嗎？而另一方面，奧波的戰術出了名的不防守，這方面倒是非常適合 C 羅41、42歲的年齡。而另外，在之前葡萄牙比賽2-1險勝克羅地亞，比賽第80分鐘 ，C 羅的鐵粉主教練馬丁內斯仍然做出決定，用若昂內維斯換下了隊長 C 羅。即使老 K 非常支持，但仍然惹怒了許多 C 羅的好友。像西班牙知名足球節目的記者埃杜阿吉雷看到 C 羅即將被換下，頓時在鏡頭前面就急了，他憤怒地吼道 ：“C 羅要被換下去了，老兄，不要在第80分鐘把 C 羅換下去啊！他居然把 C 羅換了，搞不懂 C 羅連累都不累，根本就不累。C 羅剛剛抓住一次機會就罰進了點球，在這種關鍵比賽裡，我是絕對不會換下 C 羅的，絕對不會，除非他真的跑不動了。但 C 羅明明體能還很好啊！”不過好在葡萄牙隊最後還是傷停補時階段完成了絕殺，所以就像巴西全國的人都在指手畫腳批評安切洛蒂一樣，
而又在巴西隊2-1逆轉取勝了日本隊後，大家都舒了一口氣啊！幸好我們都只是球迷，安切洛蒂才是真正的主教練。賽後媒體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還專門問 C 羅：“比起你進球被吹掉，還有被換下場，哪個更讓你感到難受啊 ？”C 羅同學老老實實的回答：“我沒有進首發的時候更難受。”好，另一方面，德國隊的好消息終於傳過來，納格爾斯曼還是聽了勸，他辭去了德國國家隊主教練職務。同時，德國隊已經開始正式和克洛普接觸。至此，德國連續3屆世界杯主教練都下課的歷史也從此誕生了。不過嚴格講，弗里克也不是世界杯結束就被炒掉的，是等到第2年被日本踢了個1-4才下課。還有勒夫18年結束也沒有走，是帶完了下一屆歐洲杯才走的。可現在關於弗里克大家都等不了了，都害怕他在下一屆本土的歐洲杯又拉一坨大的。好，關於皇馬突然利空傳來，皇馬專門聲明，俱樂部沒有採取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行動來簽下像恩佐這樣的球員，俱樂部也無意進行此類交易。這下子恩佐和他的經紀人天塌了呀！但此時此刻，世界體育報又趕緊過來闢謠，說皇馬這樣的否認只是為了避免因為接觸有合同的球員被投訴到國際足聯。這話外之音呢，皇馬對恩佐是有意思的，但我要否認我曾經勾搭過你，我也要否認我準備勾搭你。未來要是咱們真好上了，那純粹是意外，纯粹是意外，不關我的事，不關我的事呀。而另一方面，知名的記者羅馬諾倒是說，皇馬確實沒有為了恩佐接觸切爾西，只是阿森納、曼城對恩佐都相當有意思。據羅馬諾說，皇馬目前只是將恩佐視為了5個中場選項之一，但未來一切都要取決於皇馬隊內的球員離隊情況，無論是想簽恩佐還是其他人，都必須先有球員離隊。OK， 另外，在昨天葡萄牙對克羅地亞的生死戰补時階段，AC 米蘭的摸魚王萊奧終於邊路傳中，不是幫助貢薩洛拉莫斯打進了一個頭球嗎？可網友們細心的發現，萊奧他不僅是帶球突破，還有遭遇對抗的時候總是呲着個大牙笑，而且這一次關鍵的助攻的同時，他剛剛起腳送出了傳中，自己又呲着大牙，他又笑了。就感覺萊奧踢球真的特別開心，被老 K 罵了一整場，最後竟然來了這麼神之一腳。好吧，是真的被你圈粉了呀！看你昨天那種突破，看你昨天那種停球，差點成為戰犯。可最後你來了個絕殺助攻，於是我們之間的誤會解除了。另外一方面，韓國媒體朝鮮日報發來抽象的報道，在之前咱們韓國不是小組賽結束之後積3分嘛，等待着後面比賽的情況，希望能夠晉級。但隨着阿爾及利亞隊也被瑞士淘汰，所以韓國媒體朝鮮日報認為，所有讓韓國隊32強理論出現可能清零的球隊，現在已經全部出局。這些球隊的出局全都是因為洪明浦的詛咒，這包括了日本、科特迪瓦、厄瓜多爾、民主剛果、阿爾及利亞、德國、瑞典、南非、荷蘭、克羅地亞、奧地利、波黑、塞內加爾。這真的假的無所謂，但老 K 確實可以推薦幾部韓國巫師題材的電影，那確實好看。第1部哭聲，第2部破木，第3部娑婆轲，第4部陰曹來客。韓國人的自尊心是很強的，哪怕在巫師這一塊，他也要當世界文化遺產，他也必須是第一。好，輕鬆一下，在昨天西班牙對陣奧地利的比賽中，巴塞羅那女足傳奇人物普特利亞斯來到了現場觀戰。他已經在巴塞羅那效力了14年，贏得了10次西甲冠軍，還有4次歐冠冠軍，並且帶領西班牙隊奪得了23年女足世界杯冠軍，2次獲得金球獎。但今年5月合同到期，他已經離開了巴塞羅那，據說已經將簽約倫敦城雌獅隊。如果最終加盟，將成為女足英超歷史上最重磅的引援。普姐看球的時候，旁邊坐着普約爾吉耶里尼，一個過去西班牙的隊長，一個過去意大利的隊長。但很可惜啊，現在的足球比賽節目主持人既不專業，也缺乏娛樂性，而且還不認識人。普姐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竟然沒有人能叫出名字。好，另外墨西哥隊下一步將迎戰英格蘭，奔放豪邁火辣的墨西哥女球迷們已經一群一群湧過來了。怎麼講呢，都不是老 K 喜歡的菜，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世界杯的比賽有它存在的價值。好的，足球比賽有輸有贏，但老 K 最看重的是誰能夠活得最開心。與此相比，其他什麼都不重要，所以依然提醒您點讚訂閱，而會不會熱推分享評論全看您的心情。好的，咱們明天再見。